上午11点离开卡萨布兰卡，奔向今天的第二城拉巴特。为了节省时间，导游在途中就安排大家提前预订午餐。中午我们到了拉巴特的新城区。在摩洛哥，一个城市一般都有新老两个城区。老城 Medina 是传统的阿拉伯社区，新城 Ville Nouvelle 则是在20世纪初摩洛哥成为法国保护国后开始建设的新城区。从地图上可以看出，新老城区还是有很大差别的。在乌达雅堡对面是老城的一片墓地，穆斯林丧葬无论贫富贵贱，一律从树重建，入土为安，遵循后仰薄葬的理念和习俗。看过电影《碟中谍5》的话，您一定会认出电影中的阿汤哥就是在这里飙车入海的。马蹄状大门，门上是波柏尔风格的花朵形状图案，阿拉伯文式一般是几何图案。城堡内部是一个生活功能齐全的小城，城堡内一直都有居民。在摩洛哥，猫可不仅仅是一个宠物，它更是一个文化符号。穆斯林认为它善良洁净，具有神圣的象征，因此它的地位高于其他宠物。你看到这个水了吗？这里是放的 turmeric 的水，猫不喜欢这个颜色，看到这个猫就不过了。乌达雅堡位于拉巴特老城东北布雷格雷河的入海处，它始建于12世纪的波柏尔王朝，后经朝代更替、岁月变迁，几经荣衰，最终破败没落。1609年，当时的西班牙国王将所有穆斯林驱逐出西班牙，大约几千名从西班牙回来的难民占据了古堡，他们在这里从事海盗勾当，曾经一度建立了自己的小王国。直到1666年，这个地区才归顺了当时的阿拉维王朝。当时的苏丹从一个叫乌达雅的部落招募居民，安置在城堡内，用以军事防御的目的。城堡后来也由此得名乌达雅堡。城堡内民居的大门上有各式类似于中国老式大门上门环的物件，这种叫法蒂玛之手。穆斯林认为这是先知穆罕默德之女法蒂玛右手的形状，传说可以驱邪避灾，免受邪恶之眼的伤害。这是所罗门之印，寓意和法蒂玛之手类似。现在城堡里的民居大都建于17到18世纪，房屋都粉刷成白色，巷道狭窄曲折。穿过民居尽头是观景平台，这里其实是城堡里的一个广场，古时候是拉巴特的主要集市，货物甚至奴隶都在这里曾经交易过。站在这里，大西洋、布雷格雷格河、拉巴特古港口和对面萨类市的全景一览无余。这里是哈桑塔，始建于1196年。当时的苏丹原本要建一座世界上最大的清真寺，可事与愿违。他离世后，工程逐步停滞，最后中断。后来经过大火和地震，当年的工程就残存了现在这半截宣礼塔和一地的石柱。
也许残缺也是一种带着遗憾的美吧。在哈桑塔南端是穆罕默德五世陵墓。穆罕默德五世国王于1956年领导摩洛哥走向独立，在摩洛哥有很高声誉，包括穆罕默德五世和他的2个儿子及其弟弟都安葬于此。在各个入口处和陵寝内部都有皇家卫队守卫。拉巴特现在是摩洛哥的首都、政治中心，也是摩洛哥的4大皇城之一。拉巴特城区的许多建筑外墙都被粉刷成上白下蓝的颜色，从高处俯瞰，城市在阳光下一片洁白，所以拉巴特又被称为白色皇城。布雷格雷河对面是沙累市，现在沙累和拉巴特已经合为一体，组成拉巴特沙累大区，人口约230万，是摩洛哥第2大城市。下午2点钟了，早已饥肠辘辘，我们终于在沙累的一家海鲜饭店坐了下来。午饭点的是海鲜塔吉锅和西班牙海鲜饭。塔吉锅大名鼎鼎，是到摩洛哥必须品尝的菜肴之一。塔吉锅是一种陶土锅，圆锥状的高帽盖子是其典型标志。它透气不透水，非常适用于少水干旱的摩洛哥。搭配着各种蔬菜、肉类或者海鲜的库斯库斯，小火慢煨，口感软烂。这可是穆斯林在星期五主麻日传统的饭食。离开拉巴特，继续向北，前往今天的第3城丹吉尔。在中途休息的时候，看到这里的麦当劳门脸是绿色的，不知道有什么讲究。Moroccan and Spanish citizenship, and this is why right now it is like. 这里是直布罗陀海峡，大西洋和地中海分界所在。由于两边的海水盐度含量不同，据说天晴时可以看到两边海水在交界处有明显的颜色差别。今天乌云密布，海天一色，我们看到的只是灰蒙蒙的一片。海峡对面就是西班牙，距离仅仅10几公里。到丹吉尔时已是夜幕乍落，华灯初上时分。丹吉尔是摩洛哥北部古城，位于直布罗陀海峡的丹吉尔湾湾口，坐落在世界交通的十字路口，扼守着往来地中海和大西洋的咽喉，战略地位十分重要。丹吉尔与直布罗陀海峡对面的西班牙遥遥相望，它是摩洛哥重要的港口城市，是离欧洲最近的非洲城市，也是摩洛哥最欧洲化的城市。这里有各种欧式风格的建筑，人们说着各式各样的外语，有更加开放的时尚和风格。今天的旅馆也是4星，有点惊喜，竟然还有一个海景阳台，从阳台上可以欣赏丹吉尔港的夜景。已经晚上8点多了，晚餐有点晚，但很丰富。不过奇怪，连着2天了，晚餐竟然没有水，没有任何饮料。明天再看看有什么说法。一天走3城，今天还是挺紧张的。早点休息，我们明天见。